大家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来到小蔬果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些超实用的生活小知识，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。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，我都活了20多年了，最近才发现原来创可贴的正确使用方法竟然藏着这么个小秘密。以前总纳闷，为啥创可贴老是贴不牢，动不动就掉，后来才知道问题出在使用方式上。今天就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个正确方法分享给大家，保证你看完会感叹，哎呀，怎么早不知道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创可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那可是必备好物，家家户户的药箱里肯定都备着一些创可贴。平常生活里，我们难免会不小心磕个碰碰，手指被尖锐的东西划伤，流了少量的血，要是伤口不算严重，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就是用创可贴来止血，它能在伤口表面形成一道保护屏障，阻挡细菌入侵，让伤口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愈合。通常情况下，没几天伤口就能自动长好。不过，朋友们，你们在使用创可贴的时候，是不是常常一整块直接就贴上去了？其实，大部分人都用错了这个方法。这么贴的话，手指伤口处根本包扎不紧实，而且我们的双手每天都要接触各种东西，碰水更是家常便饭。这样一来，创可贴就特别容易脱落。要是反复的脱了又贴，贴了又脱，创可贴的粘性会大打折扣。更糟糕的是，伤口反复暴露在外面，很容易造成细菌交叉感染，反而不利于伤口愈合。还有啊，要是关节处受伤了，一整块创可贴上去，那手指关节就跟被束缚住了一样，变得笨拙无比，不管是干活还是工作，都特别不方便。稍微动作大一点，还会牵扯到伤口，疼得让人直咧嘴。别着急，其实用创可贴是有小技巧的。先来说说技巧一，这个技巧主要针对手指指腹等部位。咱们先用剪刀把创可贴的包装袋剪开，取出创可贴。接下来，关键的一步来了，用剪刀在创可贴的两边各剪一刀。这里要注意哦，千万不要剪到中间的海绵部分，因为创可贴之所以能消炎杀菌、止血，就是靠海绵里的药物成分。要是把海绵剪坏了，创可贴的功效可就大打折扣了。剪好之后，再贴创可贴就不一样了。要是手指头被划伤，把划伤的地方对准创可贴的海绵部位，然后把创可贴的两边交叉着粘贴在手指上。这么一交叉粘贴，创可贴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，粘得牢牢的，就算你频繁接触水，它也不会轻易脱落。所以，以后大家用创可贴的时候，不妨先把两边各剪一刀再包扎伤口，再讲讲手指关节处受伤该怎么处理。要是还像平常那样，直接用一整块创可贴包扎，手指关节就会被裹得紧紧的，活动的时候别提多难受了，感觉脖子都跟着不舒服。这时候，我们还是按照刚才的方法，把创可贴的两边各剪一刀，然后用剪过的创可贴来包扎伤口。重点来了，包扎的时候要把两边交叉着粘贴，但方向要反方向向外。这么做不仅能让创可贴粘得更牢固，而且交叉粘贴后，创可贴中间会留出一条缝隙，这样一来，手指关节活动起来就灵活多了。就算贴着创可贴，也不影响正常做事。总之，大家以后使用创可贴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在两边中间剪一刀，这样包扎伤口又方便，创可贴又粘得牢，不容易脱落。这才是创可贴的正确使用方法哦。创可贴的作用可不止于处理伤口，它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妙用，每一个都超级实用。比如说眼镜防滑，在生活中，近视的朋友都离不开眼镜，刚配的眼镜戴着挺紧，也舒服，不容易滑落。但时间一长，眼镜就会变形，变得松松垮垮的，动不动就往下滑。特别是到了夏天，脸上稍微出点汗，眼镜就像装了滑梯一样，不停地往下溜。很多小伙伴都为这个问题烦恼不已，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。其实，创可贴就能轻松搞定。
我们把创可贴拿出来，用剪刀从中间对半剪开，然后把有棉花的那面朝外，贴在眼镜腿上，再把它包裹起来，两边都贴上一个，不仅美观，而且能让眼镜更稳固。这样一来，眼镜就不会在脸上滑来滑去了，双手也解放了，再也不用时不时的去推眼镜。再比如，给手机降温，现在的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手机几乎是片刻不离手，刷视频、追明星、网上购物，玩法多种多样，但手机用久了就容易发烫，拿着不舒服不说，还可能损坏内部零件，搞不好还得花钱去修手机。那怎么才能给手机快速降温，又不损伤手机呢？这时候，创可贴就能派上用场了。在创可贴中间的棉花部位，滴上几滴风油精或者酒精。创可贴中间的棉花吸水性很好，风油精和酒精又具有很强的挥发性，能够迅速带走热量。把滴了风油精或酒精的创可贴贴在手机发烫的部位，手机温度很快就能降下来。而且这种方法只是在手机壳外部操作，不会对手机造成任何损坏，也不用担心水汽影响手机正常使用。另外，创可贴还能防止鞋子磨脚。鞋子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，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新买的鞋子，尤其是高跟鞋，因为还没适应脚型，没穿多久就会磨到脚后跟，甚至磨起泡、破皮。要是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可以在脚后跟或者鞋子容易磨脚的地方贴上一个创可贴，这样就能隔开鞋子和脚后跟的直接接触，减少摩擦，再也不用担心脚后跟受伤了。方法简单又方便，还能省下买各种防磨脚神器的钱。创可贴虽然只是个小小的物品，看起来不起眼，价格也不贵，但它的用途可真不少。它就像生活中的小魔法师，能解决各种看似棘手的小问题，真是小生财大用途。大家知道哪些伤口不能使用止血贴？一、较深的伤口；二、被动物咬伤或抓伤的伤口；三、伤口有异物的情况；四、烧伤、烫伤的伤口；五、皮肤接种破溃的伤口。有这些问题的都不能用止血贴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创可贴的正确使用方法和奇妙妙用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让更多的朋友也能受益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能观看更多生活技巧方面的精彩视频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有趣内容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是小蔬果，咱们下期再见啦。